欢迎来到梦幻厨房，在我家，我是瑞琳 Vivian。第二个呢，又要跟大家分享一款非常好吃又非常好做的甜点。相信很多住在台北的朋友呢，应该都吃过淡水老街的鲜奶麻糬。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这款超水嫩的鲜奶麻薯鲜奶麻糬。一般传统用糯米粉做的麻糬呢，会比较容易胀气哦。这款完全不会胀气，可以裹粉干吃，也可以配甜汤来吃哦。这么变化多端的鲜奶麻糬，到底会不会很难做呢？照着 Vivian 的步骤，保证你一次就学会哦。超水嫩、入口即化的麻糬，我们赶快来准备所有材料的部分。最基础版本的鲜奶麻糬呢，我们会用到3种材料。第一个是鲜奶200克，也可以用豆浆或是其他的液体。另外是树薯淀粉22克，最后是白砂糖15克。可以看你喜欢的甜度增减分量，怕胖的也可以用零卡的甜菊糖。其他食材的变化呢，我会在后半段给大家做实验。我们先初步的把鲜奶呢放到锅子当中，现在先不要开火哦。接下来放入树薯淀粉跟砂糖，在没有开火的情况下呢，先行搅拌均匀哦，因为淀粉类比较容易沉淀。溶解拌匀之后呢，我们这时候再来开火。那这时候呢，请把火力调到小火，整个过程就用小火来加热哦。过程中呢，就尽量3不5时的均匀搅拌它，避免结团结块烧焦，尽量把整个组织呢搅到均匀的状态哦。这时候可以看到呢，已经开始结团了，看起来就像浆糊的状态，这样就是正确的，要继续的搅拌，大概呈现这样子拉丝的状态就可以关火咯。不要再继续加热过头了，继续加热呢，水分会收得过干哦。虽然会变得更 Q 更结团了，但是就不会有这种像瀑布的流动状态了。因为这款麻糬呢是非常水润的版本呢，基本上就是入口即化，所以呢我们没有要把它做得很扎实哦。如果你想吃的很 Q 很扎实的口感呢，可能要增加树薯粉的分量，不过就可能不像淡水老街的那个版本啦。给大家看看，真的非常的滑润、水润、Q 软、软嫩，入口即化。书到用时方恨少，突然发现小时候就是不好好读书，连找个形容词形容都有困难。看到影片的小朋友有没有听到？中文还是很重要，要好好读书，有没有听到？接下来 Vivian 的实验新大喷发，又要来给大家做不同的实验了。这个版本把牛奶改成芝麻奶哦，然后树薯粉改成等量的莲藕粉。糖的部分呢，就看你的芝麻奶有没有甜度哦，再决定要不要加。一样先不开火，把芝麻奶倒入锅子当中，依序加入其他的材料，搅拌均匀。因为莲藕粉通常颗粒比较粗，我建议可以用调理机先行打细哦，或是直接浸泡到液体当中，先让它吸饱水分，然后搅拌均匀过筛一下，这样就可以变得很细了。接着呢，我们再开火加热哦，一样用小火，然后不停的搅拌哦。然后搅拌到浓稠，呈现浆糊状，差不多就完成咯。如果尝起来呢，有一点点粉粉的状态哦，表示还没有完全的熟成哦，还需要再继续拌炒哦。不过说句老实话，我觉得以这个分量的莲藕粉来制作的麻糬呢，口感真的不如用树薯淀粉来做的哦。用莲藕粉做的口感呢，比较像是米布丁哦，我还是偏好用树薯粉做的口感。如果真的很想用莲藕粉来制作，我觉得或许可以增加一下莲藕粉的用料，可能口感可以变得更 Q 弹一些。接下来呢，我想做一个半透明的麻糬哦，所以我把这个牛奶的部分改成清水，然后淀粉的部分呢，我用的是马铃薯淀粉，也就是俗称的日本太白粉。一样先把清水跟其他的淀粉跟糖呢加入锅子当中，先搅拌均匀之后再开火。淀粉溶解之后呢，就可以开小火。
然后3不5时的搅拌它，避免烧焦黏底结大块。然后接下来就变成一团浆糊了。本来是想做成很透明的那种，但是不料变成一团浆糊。继续再熟化一下下，看会不会变得更透明。发现好像没有什么变化。以这个分量的马铃薯淀粉来说呢，还是不如树薯淀粉的口感呢。不过呢，它的口感算是还蛮水润的，但是 Q 度差了一点。我觉得跟莲藕粉一样，可能要增加它的分量才会产生那个 Q 度。然后这些麻糬呢，可以一份一份的装到保鲜盒里面。想要吃有点冰凉的，可以冰到冰箱大概10到20分钟。不过冰过的，我觉得淀粉的链键改变了哦，拉丝的效果我觉得会差了一些。这一团呢就是冰过的，真心觉得还是不如树薯淀粉做的。如果真的要用马铃薯淀粉做的朋友呢，可能要增加马铃薯淀粉的量。继续给大家实验，这个版本是巧克力奶的麻糬哦，就直接把鲜奶改成巧克力牛奶。然后步骤呢完全一样哦。所有材料混拌在一起之后呢，开小火，然后3不5时的搅拌。然后呈现浆糊状态就差不多了。不过在这个实验当中，我发现一件事情哦，就是因为巧克力奶呢里面是鲜奶里面再含有其他的一些香料啦，或者是巧克力等等的物质哦，它的沸点会被拉得更高，所以我全程用小火，比较难完全的熟化，做出来的比较像是一个酱料哦。我后来再把它拿到微波500瓦打个1分钟哦 ，Q 度就出来了。所以如果是做巧克力奶麻糬的朋友呢，我建议可以在后段稍微把火力拉高一点点。接下来我们要来做各式的麻糬沾粉，那我就稍微示意一下哦。一个是花生糖粉，然后 Oreo 饼干粉跟芝麻糖粉。你也可以用熟的黄豆粉啦，或是抹茶粉，或是椰子粉之类的哦，反正就是可以沾果的粉都可以啦。我们先示范花生糖粉，喜欢粉多亮一点的就要打多一点哦。如果是用到100克的去皮原味花生呢，大概可以用到20克到30克的砂糖，甜度也可以自行增减微调哦。芝麻糖粉呢也是一样的做法，砂糖或是冰糖或是糖粉大概是芝麻的10%到30%都可以。自己打的芝麻粉跟花生粉呢就是特别的香。接下来呢是小朋友最爱的 Oreo 饼干粉，我们先把它的内馅移除哦，非常好移。我是用手持式搅拌棒的配件来打，你也可以装入塑胶袋中拍碎也可以。花生糖粉的口味呢，真的是我特别喜欢的口味了。当然其他的口味也很不错啦，不过就觉得麻糬好像要吃花生糖粉的最适合。画面中的鲜奶麻糬呢，我没有放到冰箱哦，我就是直接做完了以后就直接铺上来哦，所以呢会非常非常的湿软。如果你想要稍微定型一下它呢，可以放到冰箱冷藏个10分钟左右。真的好软好软哦！我女儿说呢，这个鲜奶麻糬是我近期做的甜点当中，她给100分的甜点。她觉得这个鲜奶麻糬真的太好吃了，而且这个做法真的非常简单哦。爱吃麻糬又不想胀气的朋友呢，真的一定要试试看这个版本，你一定不会给她失望的。啊，张嘴！
再给大家示范一个另类的吃法，我觉得这个吃法超级好吃，就是煮一锅红糖姜汁，然后把红糖姜汁淋到鲜奶麻糬里面，表面再撒上一些花生碎，超适合秋冬吃的温暖甜品就完成咯。另外这个是干式的吃法里面我放的有 Oreo 饼干屑，还有抹茶粉。紫色的这个呢，你猜猜看是什么？这个是紫地瓜雪花片，这个是我在有机店挖到的宝吃起来就像麦片的口感，但是用地瓜做的，非常好吃，而且我发现搭上鲜奶麻糬超级搭。弄成各种颜色的呢，我发现弄到最后感觉像是脏脏麻糬了。不过呢，反正好吃就好了，管它脏不脏。以上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，如果喜欢，别忘了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。最新的食谱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更多的生活分享、好物推荐，欢迎加入我的 IG 跟 FB， 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